人工智能 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AI） 是研究、开发用于模拟、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、方法、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。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，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。人工智能的起源，人工智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，人类一直对创造智能机器充满着幻想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戴达罗斯创造的木马就是一个早期的机器人。在17世纪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机械论，认为人的思维和行为可以用物理规律来解释，这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20世纪50年代，人工智能正式成为一门科学，并开始了快速发展。1956年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第一次人工智能会议，标志着人工智能研究正式起步。在这次会议上，人工智能研究的3大支柱——符号主义、连结主义和机器学习，都提出了早期的雏形。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1956至1973，符号主义主导。这一阶段，人工智能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号主义上，即用符号来模拟人类的思维。这一时期，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如图灵机、逻辑推理、自然语言处理等。然而，由于符号主义方法的局限性，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。第二阶段，1974至1987，连结主义兴起。这一阶段，人工智能研究开始转向连结主义，即用神经网络来模拟人类的思维。这一时期，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如深度学习、计算机视觉、机器学习等。然而，由于当时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限制，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第三阶段，1988至今，机器学习复兴。这一阶段，人工智能研究再次回归机器学习，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这一时期，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如 AlphaGo、自动驾驶、语音识别等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人工智能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现实世界，并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人工智能的现状，目前，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热点，各国都在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。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并开始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品，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机器学习。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，它能够使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并提高性能。机器学习在计算机视觉、自然语言处理、语音识别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深度学习，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，它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，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。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自然语言处理，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能够使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人类的语言。自然语言处理在机器翻译、语音识别、问答系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计算机视觉，计算机视觉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能够使计算机感知和理解周围的世界。计算机视觉在图像识别、人脸识别、机器人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机器人，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应用，它能够执行各种复杂的任务。机器人已经在工业、医疗、服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。人工智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，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还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并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。符号主义方法，符号主义方法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早期主流方法，它将人类的思维和行为看作是符号的处理。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，通过对符号的推理和计算，可以实现人类的智能。符号主义方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如图灵机、逻辑推理、自然语言处理等。图灵机是一种计算机理论模型，它可以模拟任何计算过程。逻辑推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领域，它研究如何使用逻辑来推理出新的知识。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研究如何使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人类的语言。符号主义方法的局限性，尽管符号主义方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但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。首先，符号主义方法需要对人类的思维和行为进行精确的建模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。其次，符号主义方法需要大量的符号和推理规则，这使得系统变得非常复杂。符号主义方法的代表性成果，以下是符号主义方法取得的一些代表性成果。图灵机，图灵机是一种计算机理论模型，它可以模拟任何计算过程。图灵机的提出奠定了人工智能的基础。逻辑推理，逻辑推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领域，
他研究如何使用逻辑来推理出新的知识。逻辑推理在人工智能的许多领域都有应用，如机器翻译、自然语言处理、知识库管理等。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。他研究如何使计算机理解和处理人类的语言。自然语言处理在人工智能的许多领域都有应用，如机器翻译、问答系统、语音识别等。第一阶段的总结。第一阶段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阶段，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。符号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陷入了瓶颈。连结主义方法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另一种重要方法，它将人类的思维和行为看作是神经网络的运行。这一方法的基本思想是，通过对神经网络的训练，可以实现人类的智能。连结主义方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如深度学习、计算机视觉、机器学习等。深度学习是连结主义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，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。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连结主义方法的局限性。尽管连结主义方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但它也存在一些局限性。首先，连结主义方法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，这使得系统的训练变得非常困难。其次，连结主义方法很难解释其内部的运行机制，这使得系统的开发和维护变得困难。连结主义方法的代表性成果。以下是连结主义方法取得的一些代表性成果。深度学习是连结主义方法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，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。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计算机视觉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它研究如何使计算机感知和理解周围的世界。计算机视觉在图像识别、人脸识别、机器人等领域都有应用。第二阶段的总结。第二阶段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中间阶段，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，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。连结主义方法的局限性导致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陷入了瓶颈。目前，成熟的通用对话大模型主要包括 GPT-3， 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75B。GPT-3 在多项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，包括生成文本、翻译语言、编写不同类型的创意内容等。Lambda 由 Google 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.56T。Lambda 在多轮对话理解和推理任务上表现出色，能够理解复杂的上下文和进行逻辑推理。Chinchilla 由 Facebook 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.56T。Chinchilla 在生成不同风格的文本和翻译语言方面表现出色。Mina 由 Google 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37B。Mina 在生成多样化和有趣的对话方面表现出色。ChatGPT 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.3B。ChatGPT 在开放域对话方面表现出色，能够理解和回应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些模型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为通用对话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型语言模型也具有一定的通用对话能力，例如 DialogGPT 由 Open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.3B。DeepMind Sparrow 由 DeepMind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37B。InstructGPT 由 Google AI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37B。这些模型仍在不断开发和改进之中，未来有望在通用对话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。中国在通用对话大模型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。目前，中国已经发布了多款成熟的通用对话大模型，例如华藏由小爱集团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.75T。华藏在多项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，包括生成文本、翻译语言、编写不同类型的创意内容等。悟道由百度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000B。悟道在多轮对话理解和推理任务上表现出色，能够理解复杂的上下文和进行逻辑推理。盘古由科大讯飞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37B。盘古在生成不同风格的文本和翻译语言方面表现出色。小冰由微软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 137B。小冰在生成多样化和有趣的对话方面表现出色，这些模型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为中国在通用对话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大型语言模型也具有一定的通用对话能力，例如1001
由科大讯飞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100亿；小易由腾讯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100亿；小爱同学由小米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，参数量为100亿。